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妃赵氏妄信奸人，铸错弥身，积怨于众，本应极刑。念其为帝母，孝不可废，故而耻其封号，永进冷宫，不及皇权，无相见也。钦此。绵绵。帝姬让我转告你，现在他心绪杂乱，需要一些时间来静一静。等他解开心结，自会向陛下请旨，前来看你。我撒了那么多谎，费尽心思，瞒天下人10年。其实我最想瞒的就是自己女儿。如今她知晓真相，怨我恨我，都是我应得的。你若之前不费那么多心思，尽早澄清事实，认错担责，帝姬也不会对你如此失望。说的容易，为人父母，永远都想把最好的那一面给孩子看到。穆方氏，你今日前来，有事找我吗？玉牌邀约已了，我来交付所托，同时寻求一个答案。之前太妃娘娘说过，这块穆家玉牌是家父赠予你的，但家父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信物赠予太妃娘娘？兴善殿修缮之初，你父亲路过盛京，正好看见兴善殿的地基和图纸，便特意入宫，将此玉牌赠予我，叮嘱我说，大殿竣工之时，用此令牌相照。我父亲在兴善殿建立之初，就知道了地基和图纸。不错，你父亲是这世间的高人，我向来对他很敬重，便追问他兴善殿的选址如何，风水如何，他都没有回答，只是再三叮嘱，赠送玉牌之事不要让旁人知晓。现在看来，也许你父亲当时就已经看出兴善殿是不祥之殿。然后呢？2年之后，大殿竣工，我如约动用了玉牌。你父亲果然来了，花了数天的时间仔细地查看了兴善殿，之后便提醒我，陶莹的话不可尽信，为求妥善，不如用别的平凡人家的孩子代替明明。你这什么意思？穆方氏，你没想过吗？兴善殿对我来说是何其重要之事，若没有高人指点，我怎敢以一个八字相同的女孩来代替明明，做阵法中最重要的神女呢？这不可能！我父亲如果知道大殿有意，一定会提前告知，终止典礼，绝对不会想出这种草菅人命的折中法子。赵倩如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推卸责任，攀咬他人。穆方氏，你对你父亲了解多少？我父亲光明磊落，嫉恶如仇，世上无人不知。若我说，兴善殿大火之夜，有人帮我紧锁4门，帮我的那个人是你父亲，你是不是不会信？
为什么？事后你父亲解释道，当时情形过于凶险，如若他不及时封镇，事态他将无法控制。这些话是不是却是实话？如今想来，也未可知。也许一开始，你父亲已经想到了最后会发生的一切。也许我、陶颖，还有那个隐藏在殿内的妖物，都在你父亲算计之中。为人父母，都只想让孩子看到最好的那一面。谁又愿意让孩子看到自己尤为丑陋的那一面呢？哎呦，我不相信。太妃的话，只是一面之词，未可尽信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想成为我父亲这样的人。我不相信我父亲会干这种事。哎呦，随我回了然谷吧，去见我师父。你的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，但我师父他也许有。为什么？吴方士，哎，柳方士，哎呦，找你们半天了。护士神尊在哪儿啊？赶快请他老人家到我们青林涧去一趟。你找阿生，什么事儿？灭天之劫就要来了。血月凌空之时，便是灭天之劫再现之日。我等夜观天象，苦苦研究数日，发现离此大难只有3年了。护世神尊，一切都仰仗您了。可我不是什么护世神尊啊！900年前，牧氏先祖补天之时，用的就是这把神兵。现在您把神兵拔出来了，那么救世的重任就落到尊驾的手上啊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青天剑是干嘛的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稍安勿躁，大家听我一言，我就一句话啊。刚才神尊他老人家也没有说这自己不救世是吧？只是说怎么救，这个方法，大家还不清楚啊。据天机阁的典藏记载，900年前，这个灭天之劫来临之时，护世神尊穆青石前辈，那是赤神兵劫大阵，破妖影补天裂，方才救世以为王。而如今呢，神尊神兵有了，但是这个，大阵如何解啊？妖影如何破？天裂怎么补啊？这不没说法吗？再说了，各位千万别忘，我们青天剑素来是以救天下之危亡为己任，从来就没有袖手旁观过，定要拳拳相助神尊啊，共谋方略，应对天劫，对不对？是对，说的对。这滔天的功劳岂不成了神尊一个人的了？郭长史说的对呀。说到大阵和妖影，老夫依稀记得这10几年前，不，7、8年前，有一个怪人到青天剑来借阅典籍。他当日满嘴胡说八道，说灭天之劫要来了，灭天之劫要来了，要做好准备，布好大阵，早早准备。当时我们以为他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疯子，没人理会。可现在看来，却句句应验呐！是啊，是确实，我也在看。既然此人有这般先知之能，那他对灭天之劫应该很是了解。他叫什么名字？
这名字，时间久远，老夫记不得了。名字哦，对了，叫问心先生。啊，那他现在在何方？如何找他？我也说不准确呀。那你再想想啊，你知道这，哎，我知道。问心先生在哪儿？什么？问心先生竟然是你的师傅？是啊，家师隐居多年，从未踏出了然谷一步。这世上知晓他名号之人也是少之又少。你名扬天下，你师傅却一直是个谜。你以前总说你师傅是个无名散修，现在想来，的确不简单。说实话，其实我也一度以为他只是个无名散修，直到我学成之日，拿着师傅的九玄收妖塔行走江湖，世人都会惊叹，说这法器并非凡人所能驾驭。我方才明白，师傅可能来历不俗。不俗在哪？他来自什么地方，叫什么名字，我都不知道。啊，连你也不知道，那是挺不俗的。自打我认识师傅起，他就已经隐居避世，只称别号问心先生。他说，他从前是谁，已经不再重要了。那你从来都没有问过？我向来为师命是从，几乎从未对他发问。其实这几年，师父让我接近你，我虽然不知道确切缘由，但想必有他的用意。关于你父亲过往的真相究竟如何，我相信他会有答案的。所以我才提议，让你们随我回去见他。偏偏就这么巧，你师父刚好知道灭天之劫。他之前有跟你提过吗？从未提过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心里也有诸多疑惑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我们直接去问他本人啊！妙妙说的对。我带路，明日启程。阿生，这上弦月既然认你为新主人，你应该把他带上。阿姐，青天剑灌篮是什么水平？咱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何必这么当真呢？此事重大，至少先调查清楚。要雇个大点的马车了，要不然这么多行李也装不下。妙妙，还是要把大包小包都带在身边吧。看来这次不是妙妙。看他，我就说了不要带这么多。这还多，已经很少了。你看啊，咱们路上也不知道遇上什么样的住处，熟悉的包袱铺盖得带好，不然你睡不好。马上入秋了啊，寒天的换洗衣服也少不了。那枕头呢？这是妙妙睡惯了的，带上吧。翠翠，你去书房，把妙妙用惯了的碗筷拿上一放。那这铁锅总不用了吧？太重了。你不是说京城这种铁锅炒菜更好吃吗？去啊！又把我当跑腿。看来是要雇一辆大些的马车了。几位，侯爷知晓今日几位启程离京，特命小人相送。这里面是些黄金，为几位添做盘缠。切，这个就不用了。行走江湖之人，财帛多了反倒不便。此番想要多谢侯爷相助，他这个朋友我们算是交下了。侯爷还有几句重要的话想说，想请贵人一步一叙。有什么话非得单独说？您去了就知道了。莫公子，请。我？是啊，侯爷要请的人正是您。
找我？是啊。这么看，你确实比我更像父亲一些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你我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我没有父母。父母是人此生的来处，人都有来处的。可我没有，我宁愿没有。子期兄，无论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身世，但既然我已经知道了父亲之前的秘密，就不可能假装无动于衷。无论你承认与否，你都是我的兄长。认亲的话，对不起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我小的时候呢，总是觉得特别的孤单，总希望有一个兄弟为伴。不过现在我也明白，你我之间空有血脉相连，却没有手足缘分。没错，我很羡慕。羡慕我吗？是啊，穆小姐对你照顾有加，手足二字不在血缘，而在朝夕相处、肝胆相照的情分。你自由自在，快意恩仇，不被世俗所累。你可以跟心爱之人两情相悦，相随相伴。世间没有任何可以阻碍你们的，这都是父亲一生所求而不得的东西，也是我所羡慕的。而这些我没有的东西，你全部都有，有些酸楚，却有些宽慰。我原来以为什么都有的是你。那我拿这些东西跟你交换，你可愿意？可我不愿意。如果换的是我，我也不愿意。对了，这个东西给你。这个应该是你母亲的东西。如果你有天遇到她，就物归原主吧。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万一呢？哎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耽误你们了。一路顺风。
走。走。各位，你们还记得这个茶摊吗？特别有纪念意义。记得，当时妙妙还给我们取了个名字，叫竹林四侠。我们行走江湖，真的不能换个名号吗？不能换。京城一战，咱们已经把竹林四侠的名气打响了。听惯了，其实这个名字挺好听，还是子熙有品味。这次多亏了妙妙，提醒我们到了京城，要互相团结。对了，当初妙妙还一直提醒我要小心桃花劫，你是如何预知的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说这些，但是自从新上店开始，我的记性好像变差了，很多事情都断断续续的，记不太清楚。天降恶兆，多事之秋。妙妙身体里突然生出七彩内丹，子期又拔出了上弦月，这些问题都非同寻常。看来，只能找问心先生答疑解惑了。试试我这个。不敢，还是呢？不敢？把枪给我交出来！放到那儿去！快点，交出来！拿出来！把枪台都给我交出来！饶命！饶命！老实点！大爷，我这是小本买卖，你就饶了小的吧。这么说，哎，老大，你看那几个从京城来的，身上必定不少钱财。不知死活的小毛贼！阿生，收拾一下酒。120钱，太过分了！小姑娘，你想出头吗？连符纸都不用，只靠内力就可以把人震倒，这也太惊人了。好，来吧，大家，还有什么需要我这做的？哎，等等。行了，别嘚瑟了，这点小事用得着术法？你是不是嫉妒我天赋异禀？我嫉妒你什么呀？你符咒术法学的不多，别到了最后内丹过强都是蛮力。我好不容易变得这么强了，终于轮到我来保护大家了，我还不得好好嘚瑟嘚瑟？妙妙，阿生，来吃东西了。来喽！给，我可以把马变走。嘿，吃。前路崎岖，马车是走不了了。接下来我们只能步行。好在了然谷的入口就在前方不远。傅毅，你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师父，他很善良，也很慈悲，是个很好相处的老人家。我相信，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阿瑶，水囊没水了，你去汲水可好？好。水大哥，吃果子吗？阿生，你随我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？又没有外人。是啊，
我们竹林四侠之间不是没有秘密了吗？也好，那你把手给我。干什么啊？你干什么？恶心死了！这是避阵符，我师父在谷口设下了问心之阵，以作屏障。你入谷时，将这避阵符握在手心，便不会被照破药身。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问心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半妖之人？不是我，笋子我可什么都没说。也当然不是我了。我师父的问心之阵，术法玄妙，可照本心，而本心又可化作实形。行经此阵者，每个人的本性形影都会被印在石壁之上。虽然我不太确定你定会被照出妖身，但还是解设为好。刘福音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是？我知道。那你有没有告诉过我？妙妙一直在劝你把这些告诉阿瑶，我也知道你一直都没有准备好。阿生，我明白，有些秘密越是亲近的人就越难说出口。你是十全十美的福一公子，能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秘密？别装出一副懂我的样子。子期的意思是，他很谢谢你。这些话总归是要告诉木瑶姐姐的，但若不是他亲自说出口，还是差那么点意思。幸亏有你提醒。这里便是了然谷的入口，等我解阵之后，大家便可一一通过了。了然天地，万化尘埃，八门轮转，问心则开。解，可以通过了。好。那里有个圈圈，问心之阵就是这里。上面是柳大哥的影子。为何是个小孩子？正如我之前说过的，每个人的本性形影都会被印在石壁上。原来柳大哥的本性是个小孩子。那我也来试试。上面真的是木姐姐，不过穿的好威风呀。阿生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父亲的衣冠和佩剑。记得。
这身装扮是穆家家主的服饰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我也试试。哎，快看快看，我的影子是竹林，我的影子是竹林，我长成竹林了，我是竹林，长得好高大。看我之前说什么啦？笋子到我啦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喵喵吗？怎么又像又不像呢？你穿的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按道理来说，我现在可是拥有无上神力的人，怎么着也应该跟画上的神女长得一样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奇奇怪怪的。心之一字，本就尤为复杂，自己也不了解本性的时候也是有的。石壁上只会出现答案，但为什么是这个答案，还需要你自己寻找。阿生，到你了。阿生的影子怎么是正常的影子？说明子期他表里如一，心里纯粹。对，有道理。阿姐，走吧。走吧。放肆！哪来的妖物，也敢擅闯我了然谷？师父，跪下！你这逆徒！我授你九玄收妖塔是要你捉尽天下妖邪，结果你却结交匪类，与妖为伍，还帮助他们瞒天过海，混过这问心之罪，你还有脸回来见我吗？师父，你什么？这位前辈，翠翠即便是妖，她也没有隐瞒之意。我们坦坦荡荡过法阵，何来瞒天过海之说？坦坦荡荡，是坦坦荡荡吗？子期，子期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阿阳，看清楚，少了毕政府，它是个什么东西？看看。
眼中的天总是耀眼的蓝，离港的船扬帆，静待风来。他说冲破重重阻碍，就能找到星辰大海。悬崖边的雏鸟，翅膀张开，要飞多高才能不负期待？你听海浪，他说清风自来。去飞吧，哪怕遇见风暴破江火海，哪怕荆棘会将我掩埋，我本就应该迎接每个汹涌澎湃。这世界有精彩也有平凡的片段，全力以赴过就足够勇敢。下一站在前方向我召唤，我开始风的花，洁白柔软，却能坚定生态。圆形的伞，任风从何处来都会期待。去飞吧，哪怕遇见风暴破江火海，哪怕荆棘会将我掩埋，我本就应该迎接每个汹涌澎湃。这世界有精彩也有平凡的片段，全力以赴过就足够勇敢。下一站在前方向我召唤，等微风吹开这船前之河的信笺，泛黄的纸张等